第17章海底森林。我们终于来到了那片森林的边缘，这无疑是尼摩船长广阔领地中最美丽的森林之一。他将其视为己有，并自认为对其拥有与地球上最早居民相同的权利。此外，又有谁会来与他争夺这片水下财产的所有权呢？难道还有其他更勇敢的开拓者，手持斧头，能够前来清理这些幽暗的密林吗？这片森林由高大的树状植物组成。当我们穿过其巨大的拱形入口后，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其枝干的奇特排列方式，这是我以前在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的。无论是铺满地面的草本植物，还是覆盖灌木的枝条，没有一根是弯曲或水平伸展的，所有的都向上朝着水面生长，没有一根细丝或带子，无论多么纤细，不是像铁棍一样笔直挺立。盐藻和藤蔓都沿着一条由产生它们的元素的密度所决定的僵硬而垂直的线展开。当我用手拨开它们时，它们纹丝不动，随后又立刻恢复原状。这里是垂直的王国。我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奇特的排列方式，以及笼罩着我们的相对黑暗。森林的地面上布满了难以避开的尖锐石块。海底植物群在我看来相当完整，甚至比北极或热带地区更为丰富。在那些地区，这类物产较为稀少，但有几分钟，我不由自主地混淆了不同的自然界：植虫动物与水生植物，动物与植物。谁又不会这样呢？在海底世界，动物群和植物群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我观察到，所有这些植物界的生物都通过一个非常浅的基部固定在地面上。它们没有根，被支撑它们的固体、沙子、贝壳、甲壳或石头都漠不关心。它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支撑点，而不是生命力。这些植物只依靠自身生长。它们存在的本源在于滋养和支撑它们的水。它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叶子，而是形成形状奇特的薄片，颜色范围有限，仅包括粉红色、胭脂红、绿色、橄榄绿、米色和棕色。我在那里看到了，但并非鹦鹉螺号上那些风干的标本，而是展开如扇，仿佛在祈求微风的孔雀扇藻。猩红色的角叉菜，伸出其可食用嫩芽的海带，长达15米、细长蜿蜒的囊泡藻，枝条从顶部伸展的伞藻，以及许多其他没有花朵的远洋植物。奇特的反常现象，奇异的元素。一位机智的博物学家说道，在这里，动物界繁花似锦，而植物界却并非如此。在各种如同温带树木般高大的灌木丛中，在其潮湿的阴影下，堆积着真正的开着鲜活花朵的灌木丛。植虫动物形成的树篱上，伸展着布满曲折沟纹的脑纹珊瑚，长着透明触手的黄色石竹珊瑚，成束的群体海葵。为了完成这种幻觉，飞鱼像蜂鸟群一样在枝头间飞舞，而指甲鱼、单棘豚和长着锯齿状下颚和尖锐鳞片的黄色石鲈，则像一群沙锥鸟一样在我们经过时腾空而起。大约1点钟，尼摩船长下令停下，对此我很高兴。我们躺在一片海带床上，它们细长的叶片像剑一样挺立着。那一刻的休息让我感到非常惬意。我们唯一缺少的只是交谈的乐趣，但是说话或回答都是不可能的。我把我那厚重的铜制头盔靠近孔塞伊的，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为了表示满意，他在他的外壳里以最滑稽的方式扭动着。行走了4个小时后，我很惊讶自己没有感到极度的饥饿。我说不上来我的胃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但我却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困倦，就像所有潜水员都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很快，我的眼睛就在厚厚的玻璃后面闭上了，我陷入了沉睡。在此之前，
只有行走的动作才能抵抗这种睡意。尼摩船长和他强壮的同伴躺在那张水晶般的床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已经睡着了。我在这种昏睡中沉浸了多久，我说不上来，但当我醒来时，我觉得太阳正向地平线落下。尼摩船长已经站起来了，我正要伸个懒腰，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景象，让我猛地跳了起来。就在几步之外，一只1米高的巨型海蜘蛛正用它那对斜视的眼睛盯着我，准备向我扑来。虽然我的潜水服足够厚实，可以抵御这种动物的视咬，但我还是忍不住做出一个恐惧的动作。就在这时，孔塞伊和鹦鹉螺号的水手醒了过来。尼摩船长向他的同伴指了指那只可怕的甲壳动物，他很快就被一记枪托打倒了。我看到那怪物可怕的腿在剧烈的抽搐中扭动着。这次遭遇让我想到，那些黑暗的深处一定栖息着其他更可怕的动物，而潜水服并不能保护我免受它们的攻击。我以前从未想过这一点，并决定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我以为这次停顿标志着我们探险的结束，但我错了。尼摩船长没有返回鹦鹉螺号，而是继续他大胆的远足。太阳继续下沉，其越来越明显的倾斜将我们带到了更深的深度。大约3点钟，我们到达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夹在2堵陡峭的高墙之间，位于150米的深度。多亏了我们设备的完美，我们超过了自然界似乎在此之前为人类水下探险设定的极限90米。我说的是150米，尽管没有任何仪器能让我计算出这个距离，但我知道，即使在最清澈的海水中，太阳光也无法穿透到更深的地方。此刻，黑暗变得非常浓重，10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我摸索着前进。突然，我看到一道非常强烈的白光闪耀起来。尼摩船长刚刚打开了他的电气装置，他的同伴也照做了。孔塞伊和我也效仿了他的做法。转动一个螺丝，我接通了线圈和玻璃螺旋管之间的通讯。在我们的4盏灯笼的照耀下，海水在25米的半径内被照亮了。尼摩船长继续潜入森林幽暗的深处，那里的灌木丛越来越稀疏。我注意到植物生命比动物生命消失得更快，远洋植物纷纷逃离这片变得贫瘠的土地，而数量惊人的动物、植虫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和鱼类却仍然在那里大量繁殖。行走时，我想我们的卢姆科夫装置发出的光必然会吸引那些阴暗区域的一些居民，但是如果他们靠近我们，也会保持在不适合猎人射击的距离。有好几次，我看到尼摩船长停下来，举起他的步枪瞄准，但在观察了几秒钟后，又放下武器，继续前进。奇妙的远足大约在4点钟结束。一堵由巨大岩石组成的宏伟石壁耸立在我们面前，这些岩石堆叠成巨大的石块，像一条巨大的花岗岩瀑布，布满了幽暗的洞穴，但没有任何可通行的斜坡。那是克雷斯波岛的悬崖，那是陆地。船长猛地停了下来，他用一个手势示意我们停下。尽管我非常渴望越过那堵墙，但我不得不停下来。尼摩船长的领地到此为止，他不想越过它。更远的地方是地球上他再也不会踏足的部分。我们踏上了归途。尼摩船长走在他的小队伍最前面，毫不犹豫地前进着。在我看来，我们返回鹦鹉螺号并没有走同一条路，这条新的路线非常陡峭，因此也更费力，它让我们迅速接近水面。然而，返回上层水域的速度并没有快到会引起过于突然的减压，那种减压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紊乱，并导致那些对潜水员来说非常致命的内部损伤。很快，
光线重新出现并增强了。由于太阳已经很低地挂在天边，折射再次给物体带上了一圈光谱环。我们在10米深处行走，周围是一群群各种各样的小鱼，比空中飞翔的鸟儿还要多，也更敏捷。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值得开枪的猎物。就在这时，我看见船长迅速举起他的武器，瞄准了在植被中移动的东西。一声枪响，我听到一声微弱的呼啸，一只动物应声倒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那是一只海獭，一只漂亮的海獭，唯一纯粹的海生四足动物。那只海獭大约有1.5米长，一定价值不菲。它的皮毛，背部深棕色，腹部银白色，是俄罗斯和中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皮毛之一。其毛发的细腻和光泽，确保了它至少值2000法郎。我赞叹地端详着这种奇特的哺乳动物，它有着圆形的头部和短小的耳朵，圆圆的眼睛，像猫一样的白色胡须，带蹼和爪子的脚，以及毛茸茸的尾巴。这种珍贵的食肉动物，由于渔民的捕猎和追逐，数量越来越少，主要躲藏在太平洋的北部地区。在那里，它的物种可能不久就会灭绝。尼摩船长的同伴去捡起猎物，把它扛在肩上。我们又重新上路了。1个小时以来，一片沙地平原在我们面前延伸，这片平原常常上升到离水面不到2米的地方。那时我能看到我们清晰的倒影，反向描绘出来。在我们上方出现了一个完全相同的队伍，以完全的准确性复制着我们的姿势和动作，只不过它是头朝下，脚朝上地行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景象是浓云的飘过，它们迅速形成又迅速消散。经过思考，我明白了那些所谓的云仅仅是由于海底长长的沙洲厚度变化造成的。我甚至看到了破碎的浪峰在水面上泛起的泡沫，我甚至能分辨出从我们头顶掠过贴着海面飞翔的海鸟的影子。就在那一次，我目睹了一次能让任何猎人热血沸腾的精彩射击。一只巨大的鸟，翼展宽大，清晰可见，正滑翔着靠近。尼摩船长的同伴瞄准了它，并在它从离海浪仅几米处飞过时开了枪。那只动物应声倒在离那位技艺高超的猎人不远的地方，猎人因此得以拾取他的猎物。那是一只华丽的信天翁，是这些远洋鸟类的绝佳标本。我们的行进没有被这次意外打断。2个小时以来，我们时而走在沙地上，时而穿过难以逾越的海藻草甸。坦白说，当我察觉到半英里外打破水下黑暗的一丝微光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那是鹦鹉螺号的探照灯。不到20分钟我们就能上船了。在那里我可以好好喘口气，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储气罐提供的氧气已经非常稀薄了。但我没有料到一次遭遇会稍微延迟我们的抵达。我已经落后了大约20步，这时我看见尼摩船长迅速向我走来，他用他强有力的手把我按倒在地，而他的同伴也对孔塞伊做了同样的事。起初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但看到船长躺在我身边并且一动不动时，我平静了下来。于是我躺在地上，确切地说，是躲在一丛海藻的掩护下。当我抬起头时，看见一些巨大的物体呼啸而过，发出灵光。我的血液都凝固了。我认出了那些威胁着我们的可怕鲨鱼。那是一对老鲨，可怕的鲨鱼，尾巴巨大，眼神冰冷呆滞。它们通过口鼻部的开口散发出灵光物质。这些巨大的萤火虫能够用它们钢铁般的下颚碾碎一个人。我不知道孔塞伊是否在忙着给它们分类，但我当时观察它们银白色的腹部和布满利齿的可怕嘴巴，完全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受害者。
而不是一个博物学家。幸运的是，这些贪婪的动物视力很差，它们经过时没有注意到我们，用它们褐色的鳍擦过我们。就这样，我们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场无疑比在丛林中遇到老虎更危险的劫难。半小时后，在电光的指引下，我们到达了鹦鹉螺号。外面的门一直开着，我们一进入第一个船舱，尼摩船长就关上了它，然后他按下一个按钮。我听到船内的水泵在工作，感觉到周围的水位在下降，几秒钟之内，船舱就完全空了。然后内舱门打开了，我们进入了更衣室。在那里，我们费力地脱掉了潜水服，精疲力尽，饥肠辘辘，睡眼惺忪的我回到了我的船舱，对这次奇妙的海底远足赞叹不已。